丰臣秀赖是正史中天下人丰臣秀吉唯一一个成年的儿子，其母是织田信长的子女茶茶。除了秀赖，丰臣秀吉的亲儿子就只有夭折的秀胜和鹤松，其中秀胜的记录完全难以考证，一说是秀吉亲自控评，毁掉了相关记录，并且禁止提及。而鹤松的母亲也是茶茶。除此之外，秀吉还有一个女儿，她与秀胜同母，也是记录完全不详，甚至连她的生死时间现在都一概不知，更别说传承了。据说也是秀吉亲自控评删帖，禁止讨论。秀吉此人私生活相当混乱，光织田家遗留的血脉中，他就勾搭了不少侧室，而他的侧室总人数高达数百人，其中很多都互相有亲戚关系，像金吉龙子、甲斐姬、摩阿姬等等当时很出名的女子都被他拉入了后宫。不过有趣的是，这些女子都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指示，如果没有查查，可能历史之谜就从秀赖的生父是谁变成了秀吉是不是有蓝颜之隐。然而很可惜，即使有鹤松和秀赖，他的这个嫌疑依然没有被洗去。因为还存在着很多秀赖生父的说法，导致当下舆论界秀吉生秀赖的说法反而比较示威。今天让我们回到视频早期的风格，用不同信息来源搭配脑洞来说说秀赖的出生问题，完全演绎。秀赖的正史记录生平大概是这样：1593年8月29日，作为太阁丰臣秀吉的三男出生，同时也是秀吉的侧室殿基的次子。由于其兄鹤松夭折，在秀吉死后，秀赖继承为丰臣家当主。经历关原之战、大阪东之阵、大阪夏之阵3次败于德川家康之后，在大阪夏之阵中，同其母殿基、家臣大野志长等人于大阪城自害。不过秀赖的出生问题，即使在秀吉还活着的当时，就已经经常被人指点。当时在京都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就留下了各种查查偷情嫌疑的记录，甚至鹤松和秀赖出生的时候，都有传教士写下可能、大概、应该，这好像不是太阁大人的儿子吧。江户时代的见闻录小说《明良红范》里面就明确的说，丰臣秀赖必定不是丰臣秀吉的儿子。那么关于秀赖的生父，首先我们来看看最著名的石田三成说。我的日本战国入门是三冈庄八版的丰臣秀吉，里面就采用了这个说法，所以对我而言这才是通说。近年的大河剧《军师官兵卫》里面也暗示了石田三成说，而且秀吉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是非常悲惨。按照《军师官兵卫》的剧情，在鹤松夭折之后，丰臣秀吉过度悲伤，陷入了时而狂暴、时而贤者的疯狂模式。无奈之下，茶茶引诱了石田三成。而且由于石田三成是丰臣秀吉近臣中的近臣，在当时就有宫廷传言说，秀赖其实是石田三成和殿基不伦所生。更有甚者，还有这样一则风骚的记录。说是有一次石田三成去见秀吉，说话途中秀吉想把秀赖递给殿基，石田三成随手就接下了。出门之后连门卫都感叹三成大人胆儿真的肥。不过很可惜啊，茶茶怀上秀赖的时候正是出兵朝鲜的时期，所以基本上三成生秀赖的说法是不太可能成立的，只能侧面证明茶茶的私生活有多混乱。其次，另一个比较出名的说法是大野志长说。其实在正儿八经的日本学界，这才是最有力的，也是唯一一个比秀吉亲生说更有力的假说。大野志长是殿基的乳母大藏亲菊之子，和茶茶可以说是青梅竹马的关系。而且在前井长政、柴田胜家死后，茶茶都有短时间同大野志长一起生活过。后来大野志长成了秀吉的马回众之一，并且和真田幸村成为至交。这也就是大阪之阵时邀请真田幸村出山的感情基础，而大野之长和茶茶的关系流言更是重量级，在当时就已经不仅是流传他们有不伦和私通了，甚至有流言说丰臣秀吉才是那个在二人关系中横插一脚的。正因为这样，茶茶怨恨秀吉，才开始生活混乱。刚刚提到的那本《明良红范》里面，在说秀赖必定不是丰臣秀吉儿子之后，下一句就是大野修理与殿基私通，生下丰臣秀赖送给秀吉。另外，1599年，毛利家的家臣内藤农春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在秀赖大人的乳母八大藏亲那里得知，太阁大人的血脉的那个人，不如说是大野修理大人的血脉。那时他们私通，被宇喜多知道，逃到了高野江。”这封信当时被毛利家作为刺探丰臣家动向的一个成果。另外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辅助证据，那就是秀赖和秀吉比，他实在是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同时大野志长也常常被称赞长得高，不过我觉得吧，前井长政也在记录中直接被记载为巨汉，所以身高差这个事情在这件事上应该是参考性比较低的。除了这两个假说之外，我觉得现在最拿得出手的不伦怀秀赖的假说还有两个，一个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真田幸村说，另一个是名古屋三郎说。
在最近的大河剧《真田丸》里面，也是暗示了真田幸村和茶茶不正常的关系。虽然他的暗示并不像《军师官兵卫》里面暗示石田三成那么明显，不过实际上这两件事是可以用一个理由来反驳的，那就是当时朝鲜战争期间，真田幸村作为丰臣秀吉在朝鲜战争时的主要幕僚之一，他肯定是在迷糊城支援作战的。至于名古屋三郎说不丑，所以说我这里直接略过了信息，只说结论，我觉得可能性也不高。有趣的是，丰臣秀吉本人肯定是知道这些说法的，毕竟这个流言已经流传到连传教士啊、门卫啊这些人都知道了。而且聚乐地事件也发生了，当时有人在聚乐地的墙上写了一句：“这做法可真是打动了大佛的大功德，值得送一个儿子。”讽刺秀吉搞刀狩令和喜当爹两件事。秀吉得知之后暴跳如雷，把60多个有写这句话嫌疑的人全部处死了。而且还有一个更加重量级的说法，那就是丰臣秀吉命令茶茶偷情。因为当时的日本民间是有这个传统的，那就是为了家族的存续，迟迟没有子嗣的男性会命令其妻子在祈祷或者祭祀之后和多名男性发生关系，以此获得一个家族继承人。考虑到秀吉出身低微，他沿用这个民间习俗不无可能。事实上，茶茶的长子，也就是夭折的那个鹤松，现在最有力的假说就是丰臣秀吉命令茶茶进行祈祷之后怀上的。鹤松夭折之后，秀吉一度认为自己一生作恶太多，即使是借来的，天神也不允许丰臣家主家由他的儿子来继承。于是秀吉才收了秀次为养子，赐丰臣信立为储君。于是现在有一些旁证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茶茶说他不信邪，秀吉感叹一句，果然织田家的人都是不服输的性格，然后又搞了一次祈祷，于是就有了秀赖。聚乐地事件的那句话可以作为这种说法的一个旁证，因为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大部分人，包括丰臣秀吉本人，都知道秀赖根本不是他的儿子。丰臣秀吉是不太可能在自己知情的情况下允许茶茶生活混乱的，那么这种他命令茶茶搞祈祷的可能性就增加了。我个人是不太相信这种说法的，我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丰臣家要借种也轮不到茶茶，在丰臣秀吉的侧室中有太多比茶茶地位更高的女子了。这些就是我眼里现在比较有说服力或者比较大众的假说了，当然还得加上一个秀吉生秀赖的官方正式说法。虽然没有一个假说有明确的直接证据，不过相比于其他的假说，这些看起来还是拿得出手一些。不过真的是还有很多其他假说的，因为秀吉和茶茶的私生活那个真的是太牛逼了。以及最近有国立大学的附属医院出来说，秀吉和秀赖的一些个人原因导致以现在的技术，就算用 DNA 来比对，它的结论也不会比现在的文献考古的结论可信度更高一些。那家伙那全是医学专有名词，还是日语，咱也听不懂，咱也不敢问。总之这事儿应该就是暂时成一个谜了。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非秀吉亲生说的，在诸多的假说里面，我又最倾向于大野智长说。倒不是因为这个说法的证据最多，只是一种我的感情的选择。因为我觉得秀赖这个小子，他年纪很小，啥事儿也没做，只是因为自己的出身问题就迎来了悲惨的结局，实在是太可怜了。如果他切腹的时候，他父母都在身边的话，这故事似乎稍微会好那么一点点。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或者是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有趣的假说？欢迎在评论区补充讨论。这里是乌语花散里，一个演绎历史传奇的频道，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